比比们，我是你们的挖妹小田。这2年我做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我吐槽烂剧或者是安利好剧都会有杠精，但是数量不多，怕就怕在解说了一部正义性非常大的电视剧，轻则掉粉，重则被骂。你说它好，有人骂你；你说它不好，也有人骂你；甚至你解说它，都会有人骂你。就是无论我说什么，都会被骂。但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要贯彻到底喽。对，今天我要说的就是电视剧《陈情令》。不行，我还是很害怕，你们不要骂我。原小说《魔道祖师》拥有强大的书本群体，衍生作品成绩非常能打，同人圈更是在不停产粮。《魔道祖师》和《盗墓笔记》《全职高手》是目前同人演说最多的3部小说，但成也 IP， 败也 IP。改编成电视剧的《陈情令》热度话题一直不缺，因为它有天然的流量原著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越是热门的小说，原著粉也就越多，书粉的要求也就越高。所以《陈情令》开播的时候，唱衰的人非常多，纷纷拒绝。刚开播豆瓣4.8，1周之后涨了1分多，现在6.4，带有继续上涨的趋势。很多人表示真香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前几集真的是太烂了，对小说党和普通观众都很劝退。有几个画面让我突然爆笑，5毛的特效，特别是蓝忘机出场这段拍的也太好笑了吧。还有这较为浮夸的演技，开头故事背景、世界观也没有讲清楚，魏无羡是怎么重生的呢？比如夺舍献社又是什么呢？观众还要去看分级介绍才能懂。但你看到后面会觉得，其实吧，他真不赖，还很上瘾。2位主角魏无羡和蓝忘机，一个潇洒风流，看似放荡不羁但侠肝义胆；一个高冷闷骚，看似古板迂腐但极具包容性。望羡这对 CP 是小说最大的看点，所以选角就是关键。2男主的扮演者都是 idol， 参演影视作品也不多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我看脸，因为肖战真的是该死的英俊。如果不是考虑到视频时长，我能跟你吹10分钟他的彩虹屁且不重复，你信不信？回到正题，肖战这次演的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没开播前他的路透满天飞，开播后他也没让我失望。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适合古装，外形真的非常 match， 高马尾造型更是杀我。继北唐墨染之后，战线为 B 站剪辑大大们又增加了无数的剪辑素材。没人被虐，没人落泪，没人赞损，就是这么地赏心悦目。这样戏的完成度怎么样呢？人物性格他的理解是到位的。魏无羡他天生一张笑脸，看起来没心没肺，受伤了打落牙齿或血吞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自小父母双亡，江家收养了他，对他恩重如山。袁夫人要砍他的手，他也愿意，细节把握的也很好。看他的采访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说到角色，侃侃而谈，巴拉巴拉，能说一大堆。人物性格转变也到位。江家被灭门，他回去救江城，眼神开始变了。想招温宁做人质，眼神发狠；看到香囊开始犹豫，最后放手。变成夷陵老祖之后，回来复仇，脸上虽带着笑，但再也不是那个清朗少年。肖战和魏无羡的适配度，我不敢说100%，有时候演技确实有点青涩和夸张，但他的完成度很高。有人表示他撒娇的时候太娇俏，没有魏无羡的霸气。我猜拍摄现场是这样的。那个制片人姐姐就说：“你赶紧啊，赶紧跟他交流，你要魏無羡啊，你要去跟他说话。”其实肖战他可以很 A 的，在我这里可没有再而再三呀。扮演蓝忘机的是王一博，王一博之前被人叫做是唐僧，接个女生的手机都很烫手，很多女生吐槽他非常高冷，性格是贴蓝忘机的。弟弟本人的态度也是很谦逊的，他演不好，不是书粉心中的那个角色。因为创一我对他有滤镜，但刚开始蓝忘机的造型我真的觉得不太行。为什么弟弟平时那么英俊，在芭莎的拍摄也是正常的？为什么忘机的发型，他的头套宛如一坨 shit， 而且所有人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头发垫得那么高，造型师出来挨打，你们剧组难道没觉得这个发型很丑吗？这做的还不如粉丝的图，有个粉丝只是调整了一下头发，眉毛度蹭蹭往上窜，而且为什么发带要勒得这么紧，感觉弟弟的眼睛都被勒小了。有几个片段他的眼睛睁不太开，看起来像是没睡醒，再加上没怎么进入状态，一个高冷就变成了面瘫。唉，明明在陪你世界之巅，弟弟的演技还是可以的呀。确实，蓝忘机这个角色外冷内热，端方雅正，话非常少，要靠微表情和小动作，太难演了。但是头套松一点之后，眉毛度上来了，眼睛也没那么奇怪了。看王一博的采访，说是初期对人物理解不到位，后面和导演沟通之后，眼神就没那么飘了。醉酒那段，我 get 到了他的萌点。哎，我帮你，走开。
看到兔子在那里，他微微一笑，我 get 到了他的颜值。保护魏婴那段，我 get 到了他的苏点。舞戏很出彩，他有舞蹈基础，打戏干净利落，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很过瘾，超级过瘾！我超爱动作戏，超爱打戏，超爱吊威亚，耶！所以一博弟弟加油，我相信后面的剧情你可以的。毕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剧情都会很虐，所以我们只能看戏外那些甜甜的互动了。目前博君一笑的超话排名第1，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夏日限定啊！选角很重要，小说改编的剧情也很重要。你别笑，目睹了好多改得连妈都认不得的小说改编剧，对比产生美。我觉得陈情令的还原度相对较高，16集了，它竟然没有注水，且主次分明，而且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女主戏没有啦。小说最大的看点是望线两人的互动，两人表面殊途，实则同道，可以说是惺惺相惜，灵魂伴侣。前4集天子笑、水行渊、藏书阁等名场面都有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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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出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不好意思，我快进一下。6到8集，我的妈，加了好多望线原创的情节，还增加了两人一起闯荡江湖的片段，这糖撒的也太多太明显了吧！看到第14集，之前屠杀玄武的路透为温情挡烙铁那段删掉了。魏无羡脱衣服逼蓝忘机吐出淤血这段都拍出来了，蓝忘机吃醋绵绵那段也拍出来了，动画版都没有这段，这也是陈情令分数飙高的原因。你只要老老实实按照原著拍，你看大部分书本都是很好哄的嘛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，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全删的准备，耽美因为不可抗力，很多情节都不能拍出来。当我看见剧中人说出小说台词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小说里的场景一个个被还原出来的时候，我非常激动，这个人就像是打了鸡血，全程卧槽的状态。卧槽，这段都拍了，卧槽，观音庙这段也拍了，真的狗令。陈总，陈爸爸，真的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原谅我们之间所有的亏欠、奢望、绝望。陈总，告白那段，我建议您这样拍。魏无羡声嘶力竭地吼道：我刚才是真心想和你拜把子的。魏无羡猛地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抓住蓝忘机的双肩。我一直觉得你很好，或者换个说法，我想和你拜把子。话音未落，魏无羡发不出声音了。黑暗之中，蓝忘机一猛地将他抱紧。蓝忘机的呼吸凌乱且急促，他沙哑着声音在魏无羡的耳畔道：好兄弟。这或许就是兄弟情吧。这里我要吹一下两位配音演员的彩虹屁。剧版魏无羡的配音是陆之行大大，很贴肖战的脸。PS， 陆大是广播剧魏无羡的配音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哎，嘿嘿，这是我自创的符咒，能让人无法离你2丈之远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要我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是同袍？还是无一好啊？另外，蓝忘机的配音是边疆大大，也是动画版魏无羡的配音。蓝忘机的台词虽少，但边大的情绪点卡的都很对。魏无羡坠崖，蓝忘机叫的那一声，又是隐忍又是深情，叫得我的心都碎了。动画和广播剧各有千秋，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看哦，入股不亏呢。最后吹爆 BGM， 林海老师的音乐很棒。100分。前传篇望羡两人初见，在屋顶上打斗，13年后望羡重逢，用的是无机的纯音乐，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从乱葬岗回来的魏无羡怯生生的喊了一句师姐，本来眉头紧锁的师姐看见魏无羡平安，展开了笑颜，配上银铃的意难平，师姐还是那个全世界最好的师姐。银铃老祖又变回了那个爱向师姐撒娇的阿羡。当然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地方，最搞笑的当属江澄和薛洋。江澄和魏无羡从小一起长大，最后两人分道扬镳，非常虐。江澄的扮演者汪卓成，平时他一脸妈的死 gay 的表情十分到位。我和蓝湛也是因为志同道合。但到了情绪爆发的时候，母亲舍命送他走，看见父母被杀，责怪魏无羡，表情管理一下，朋友，你都奔成了金广长了。薛洋的扮演者王浩轩，他演过《上海的苏万小可爱》，丁庄照也是配角里比较出挑的了。书中形容薛洋是笑容稚气，但个性残忍，手段狠毒。结果这孩子秃样，我能看出他在非常努力的演薛洋，就连做背景板的时候都在努力的做表情，可惜看起来真的，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孩子，你清醒一点，你不浮夸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呀，为什么要用力过猛呢？特别是鹿头看见道长狗带，悲痛万分的他来了段女高音。现在他成了我的快乐源泉。我对前16集的感受是及格了。如果后期剧情还原度和演员演技给力的话，有望冲到7分。在剧情改编上还是有很多不足和遗憾，虽说限制很多，但一些片段真的不是限制的问题，拍得太不然，太没感觉了。剪辑和节奏也很有问题，有时间我再做一期吐槽。你这么说肯定是没时间做了。闭嘴 ！PS， 我非常理解大家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觉得好看，有人觉得不好看。当然，除非是那种特别烂的剧，你硬说好，那你这个人的审美真的是很有问题了。其实大家说的很有道理，批评和赞美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，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学习陈情令成功的经验，吸取他失败地方的教训，这对以后小说改编，特别是耽美小说改编，都有极大的参考意义。你们懂的，很多制片方他们不了解耽美，他们一边鄙视耽美，觉得 low， 但一方面又想要圈钱，然而制片方明白，大家喜欢耽美不仅仅只是磕糖，也是因为角色的理想和羁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呀。所以大家表达意见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。好了，今天蛙妹就讲到这里，你们对陈情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，微博关注蛙蛙蛙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又闻琴响，深情未绝，我的花月